这群劫匪的运气太差，抢银行竟然抢到了夜魔侠。我们接着看夜魔侠重生第1季第5集。剧透下，第6集马律师将重新披上夜魔侠的战衣。银行里面，马律师正在把玩着自己的恶魔之角，等着经理来处理自己的贷款。但是来的呢是副经理可汗，也就是惊奇少女卡马拉的父亲。可汗和马律师聊到了贷款的问题，但因为马律师律所的现在的资金情况不太良好，再加上马律师的客户都是穷人，可汗呢是动然拒。其实马律师你完全可以考虑一下让铁拳那个富二代投资。马律师刚出门呢，一群五颜六色的劫匪就走进了银行，路人反抗都被他们狠狠地收拾了。可汗吓得躲了起来，立刻打电话报警。此时在外面的马律师听到了银行里的惨叫声，他立刻转身回去。劫匪看到自投罗网的马律师呢，就叫他跪在人群里面，刚好呢和可汗跪在一起。马律师立刻开始扫描在场的劫匪呢告诉大家，钱是银行的，命是自己的，大家乖乖配合，我就不会杀人。马律师却告诉劫匪，杀人加抢劫，刑期25年起步。劫匪立刻给了马律师一个重击。银行外呢 ，NYPD 和 SWAT 把银行团团围住，劫匪们呢则开始寻找经理。可怜的可汗呢就被劫匪盯上了，叫他去下面打开金库。此时马律师听到了绿头套劫匪和红头套劫匪的悄悄话，表面上看起来是为那个运动服帮老大抢钱的，但其实绿头套有他的目的。接着呢，第1季登场过的 Kim 警官来了，红头套劫匪呢摘了头套和 Kim 警官开始谈判，红头套呢开始误导 NYPD， 要求他们在半小时内提供3辆货车，金警官则要求他们至少释放出2名人质。于是呢，2个劫匪又戴上头套，选了2个人质，结果呢就选中了马律师和另一个妹子。那个妹子呢和丈夫依依不舍，马律师立刻说我可以和那个丈夫交换，自愿留下，但劫匪却不愿意自己的权威被挑衅，和马律师吵了起来。马律师坚持己见啊，劫匪一气之下就同意了马律师作死的行为。接着呢，劫匪就带着可汗下楼去开金库，可汗慌得要死，因为他根本开不了金库。人质里面有个大爷说出了银行的八卦，这个金库里面只有保险箱，根本没有现金。另一个圣母呢则开始责怪马律师，不要再挑衅劫匪了好吗？而马律师呢却继续挑衅劫匪，还叫其中一名劫匪带他去上厕所。到了楼下呢，马律师表示马律师听到了楼下可汗的声音，他决定加快速度。他不能让枪掉下去，万一走火会惊动劫匪。真的很少看到西装暴徒状态的马律师啊，太帅了。解决掉了一个红头套，他又干掉了一个蓝头套，还在对讲机里面忽悠劫匪。然后呢，马律师就运用了自己强大的五感，开始打开金库，轻轻松松就打开。可汗震惊，果然这里面只有保险箱啊！马律师从劫匪身上找到了一把钥匙，但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。可汗只能一个个尝试，终于呢打开了407号保险箱，从里面的首饰袋呢拿出了一颗无限宝石。关于这颗宝石呢，有没有人知道更多的线索？拿到了宝石，马律师和可汗一起上楼，马律师趁机开始教训劫匪：你把人质放了，我再把这颗无限宝石还给你。此时呢 SWAT 准备强攻了，马律师抓住了 SWAT 进攻的时机，丢出了无限宝石，劫匪迅速被压制。马律师趁机干掉了一个黄头套，就开始寻找那个绿头套。但此时这个劫匪呢已经脱去了外套，穿上了警服，看起来他就是 NYPD 里面的一名黑警。这个黑警呢又把无限宝石交给了女人质，就是之前那个圣母，然后就逃了出去。马律师便走出银行，开始跟踪对方。他戴上了匪徒的红头套，直接和对方扭打在一起。没想到对方还是有2下子，两人缠斗一番呢，但最后被他的上脚 KO， 哇，好痛！这一下真的很疼。另一边呢，拿到宝石的女人才发现手里的只是一个糖而已。再次回到银行，可汗和马律师面对面。可汗表示，从银行的层面，自己没办法答应马律师的贷款，自己或许有其他的方式来帮助他摆脱资金上的困境，并向马律师发出了家庭聚餐的邀请。难道惊奇少女要来客串吗？而结尾呢，可汗也在糖果盒里面发现了马律师留下的那颗无限宝石。总的来说第5集的剧情有点水啊，也有点坑，怪不得这一次更新了2集。